穿越斗罗，你成为窝囊教皇千寻疾，知晓比比东为玉小刚与武魂殿决裂，你不愿走原著老路，决意废掉他的修为，让他沦为废物。为报唐昊生前世之仇，洞悉未来的你决定截胡兰银皇，抢占唐三的逆天气运。这一世由你来当唐三的帝。教皇殿内，比比东双膝跪地，眼中满是执拗与恳切。老师，我与小刚两情相悦，求您成全我们，我愿舍弃圣女之位，归还武魂殿赋予我的一切。大殿之上，千寻疾揉着发胀的眉心，纷乱的记忆汹涌灌入脑海。14年前，他从堕落魂师手中救下濒死的比比东，将他悉心教养，倾力栽培，耗费无数天才地宝，倾尽心血养育的弟子，却为了蓝电霸王龙宗的废人玉小刚，执意背弃栽培自己的武魂殿，忤逆恩师。一股怒火在千寻疾心底升腾，他周身悄然溢散出封号斗罗的磅礴威压，如大山压顶，笼罩整座教皇殿。比比东娇躯巨震，呼吸骤然滞涩，他满心不解，自己追寻真挚爱情，为何会引来老师的雷霆之怒？两情相悦，千寻疾声音彻骨寒凉，你口口声声归还一切，可本座的救命之恩，14年养育栽培之恩，你如何偿还？武魂殿倾尽全殿资源将你造就成绝世天才，你转头便要投奔敌对的蓝电霸王龙宗，何其可笑！你清晰知晓原著剧情，明白眼前这个少女未来的疯狂与反噬，这般不忠不义不孝不仁之人，根本不值得姑息。今日本座便成全你！千寻疾一声暴喝，金色魂力轰然迸发，精准轰击在比比东丹田之上，沉闷的碎裂声响起，比比东苦修多年的魂力瞬间溃散，20岁魂帝的修为一朝尽废，沦为毫无魂力的凡人，此为不忠！废你修为！神圣魂力瞬时侵入他的经脉，疯狂侵蚀撕裂他的双生顶级武魂，死亡诸皇、噬魂诸皇两大武魂寸寸碎裂，彻底消散。凄厉的惨叫响彻整座教皇殿，剧痛让比比东几近昏厥，此为不义！碎你武魂！不等他喘息，千寻疾虚空一抓，磅礴犀利剥离他与生俱来的诸皇本人血脉，骨髓与血液仿佛被万蚁啃噬，比比东面色惨白如纸，生机飞速流逝，此为不孝！抽你血脉！最后一缕炽烈圣光落下，灼烧在他绝美的脸庞上，焦糊白烟升腾而起。千寻疾随手渡入一丝粗浅治愈魂力，堪堪止住伤势恶化，却留下了无法消弭的狰狞疤痕，彻底毁掉了他的绝世容颜，此为不忍！毁你容貌！昔日惊艳大陆、万众敬仰的武魂殿圣女，彻底沦为修为尽废、武魂破碎、容貌尽毁的废人。局长老、韦长老，随着千寻疾一声令下，月关与鬼魅瞬间现身大殿，二人目睹地上狼狈凄惨的比比东，满脸骇然，难以置信昔日被教皇万般宠溺的圣女会落得这般下场，将此逆徒逐出教皇殿。自此，武魂殿再无圣女比比东。千寻疾语气冰冷，毫无波澜，二人不敢迟疑，上前将瘫软在地的比比东架起，如拖拽死物一般扔出教皇殿，任由他狼狈躺倒在殿外广场。两侧守卫窃窃私语，句句讥讽，冰冷的现实狠狠刺痛了比比东的心神。浑身剧痛的比比东心中仅剩玉小刚这一丝执念，他坚信自己为爱舍弃一切，心上人定会不离不弃，陪他隐世度日，相伴余生。他拖着残破的身躯，一步一血印，艰难挪向城郊小院。月关与鬼魅暗中尾随，静默监视他的动向。这座僻静小院是比比东以圣女身份为玉小刚置办的居所，也是二人平日幽会之地。他颤抖着叩响房门，开门的正是玉小刚。此刻的玉小刚一身灰袍，手捧典籍，满身文人傲气，望见满身血污、面目狰狞、散发着焦糊意味的比比东，眼底瞬间布满厌恶与鄙夷。何处乞丐胆敢擅闯此地？速速离去，否则我便传唤治安队。小刚，是我，东儿。比比东声音沙哑，强忍痛楚，露出手腕上的定情手串，哭诉自己为他背弃武魂殿，被废修为武魂，惨遭毁容的全部遭遇。他满心以为玉小刚会心疼落泪，拥他入怀，不在乎他的容貌与修为，顾他余生安稳。可现实给了他最致命的一击。得知所有真相，玉小刚瞬间面容扭曲，心态崩塌。他多年刻意温柔，刻意迁就，从来都是一场精心算计的伪装。他天赋尽废，受尽宗门嘲讽，结识身居高位、天赋绝世的比比东，便是他最大的赌局。他妄图凭借收服武魂殿圣女，打脸宗门，证明自身价值，换取无上尊荣。如今比比东一无所有，再也无法为他带来任何利益，只剩拖累。玉小刚所有的伪装彻底撕碎，满眼皆是嫌弃与怨毒。我喜欢你，是喜欢高高在上的圣女，是喜欢双生武魂的绝世天才，不是你这修为尽废、丑陋不堪的废物。比比东如遭雷击，瞬间崩溃，疯癫的上前揪住他的衣襟质问，可失去修为的他力道微弱不堪。玉小刚怒极反笑，狠狠一巴掌将他扇倒在地，言语极尽刻薄：你如今一无是处，只会连累于我，我若是带你回宗，只会沦为全宗门的笑柄。说完，玉小刚深知得罪武魂殿教皇的凶险，不敢多留，如同丧家之犬般仓皇逃离武魂城，丝毫没有顾及倒地绝望的比比东。滂沱大雨倾泻而下，淋湿了比比东残破的身躯，他瘫坐在泥泞之中，又哭又笑，状若疯癫，血泪从眼眶滑落。他终于幡然醒悟，自己倾尽所有奔赴的爱情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。他背弃恩师，背叛宗门，最终只换来一无所有，遍体鳞伤。暗处的月关与鬼魅将全城尽收眼底，唏嘘不已，随即转身返回教皇殿复命。教皇殿内风雨大作，雷鸣阵阵。千寻疾端坐教皇宝座，听完二人的禀报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漠的嘲讽，咎由自取罢了。玉小刚终生困于29级，空有理论，无有实力，一辈子活在自卑与虚荣之中。他接近比比东，本就是投机取巧的豪赌，赌输了自然转身就走。本座留他性命，便是对比比东最残酷的惩罚。话音落下，千寻疾再度开口，下达了最终惩戒，将比比东押至武魂城中央广场，赐纯金饭碗，令他终身乞讨赎罪，派人日夜看管，不许他饿死，亦不许他安稳度日。我要他余生岁岁年年活在无尽的悔恨与世人唾弃之中。月关、鬼魅心中震动，今晚乞讨是极致的羞辱，远比处死更加折磨人。二人领命，即刻前往处置。雨中的比比东见二人前来，瞬间抓住最后一丝希望，痛哭哀求，只求重回教皇殿，甘愿为奴为婢，赎罪一生。教皇冕下心意已决，是你
亲口扬言归还武魂殿一切，如今不过是兑现你的诺言。月关叹息劝解，比比东仰天惨笑，心中恨意滋生，既恨玉小刚虚伪薄情，也恨千寻疾铁石心肠，不肯给他半分改过机会。鬼魅不耐担当，粗暴将他拖拽至武魂城最繁华的中央广场，扔在阴暗潮湿的角落，将纯金饭碗丢在他身前，传令治安队日夜看守，严令保他性命，不许任何人干预。2名治安队员看着昔日高高在上的圣女沦为乞丐，满心鄙夷，私下嘲讽唾骂，一人欲动手责罚，被同伴拦下，生怕失手害死比比东，引来教皇怒火，一句免下或许只是惩戒，日后或会念旧情接他回去，让濒临绝望的比比东重新生出病态的希冀。他偏执地认为老师只是一时生气，只要自己诚心悔过，终能重回昔日荣光。与此同时，千寻疾独自前往供奉殿，巍峨古老的大殿之中，6翼天使雕像神圣肃穆，7大供奉端坐蒲团，99级绝世斗罗千道流位居首位。千寻疾直言不讳，将处置比比东、放逐玉小刚、罚其广场乞讨的所有经过尽数告知。千道流闻言面露诧异，你养育他14年，素来宠溺有加，此番手段未免太过狠绝，此女不忠不义，忘恩负义，罪有应得。千寻疾语气坚定，我14年倾尽资源，他却为敌对宗门废物背弃一切，若放他离去，武魂殿心血尽数白费。2供奉金鳄斗罗，3供奉青鸾斗罗纷纷表态支持，认为对待叛徒理应铁血惩戒，方能震慑全殿，稳固武魂殿规矩。其余供奉亦随声附和。千道流无奈长叹，惋惜绝世双生武魂就此陨落，却也不再干预，默认了千寻疾的所有处置。谈及玉小刚的处置，千寻疾淡然道，无需杀他，让比比东亲眼看着负他之人安稳度日，便是最彻底的惩罚。随即他话锋一转，老爹，我欲离开武魂殿一段时日，外出散心，此间政务劳烦供奉殿全权打理。千道流面露愠怒，斥责他身为教皇不可擅离职守。可千寻疾心意已决，不等众人劝阻，转身离去，雷厉风行，不留余地。供奉殿内一众供奉面面相觑，最终千道流无奈下令，所有教皇政务移送供奉殿，由7大供奉共同处理，引得众人叫苦不迭。走出供奉殿，漫天风雨被千寻疾的魂力屏障隔绝，他心中舒畅，此番外出散心是假，截胡机缘是真。他熟知原著剧情，知晓当下正是10万年蓝银皇阿银化形不久，与唐啸唐昊结伴游历的关键时期。阿银乃是未来主角之母，身负极致生命本源，是当时顶尖机缘。此刻他尚未对唐昊动情，且未达成熟期，无法隐藏魂兽气息，正是最佳收服时机。千寻疾调取武魂殿遍布大陆的眼线情报，确认唐啸、唐昊与蓝发少女阿银结伴游历不久，3人情愫未深。他即刻传令备驾，乘坐教皇专属鎏金马车，悄然离开武魂城。马车途经中央广场，蜷缩在角落的比比东望见熟悉的6翼天使纹饰马车，瞬间燃起狂喜，以为千寻疾心软前来接他。可鎏金马车全程未减速，径直穿城而过，彻底碾碎了他最后一丝希望，让他彻底陷入疯癫绝望。马车一路疾驰，抵达3人落脚的偏远小镇。千寻疾汽车落地，武魂附体，6翼舒展，封号斗罗的磅礴感知瞬间覆盖整座小镇。酒馆内，2道厚重霸道的昊天锤魂力，1道纯粹磅礴的10万年魂兽生机气息，清晰映入他的感知之中。未成熟的化形魂兽，在封号斗罗面前毫无隐藏可。千寻疾步入酒馆，尊贵非凡的气质瞬间压满全场，引得众人噤声侧目。角落之中，唐啸、唐昊瞬间警惕，阅历更深的唐啸一眼认出这位武魂殿教皇，神色凝重。阿银感知到封号斗罗的恐怖气息，浑身僵硬，瑟瑟发抖，下意识低头藏匿，心中满是绝望。千寻疾不欲多做纠缠，仅以魂力传音3人，令其前往城外密林相见，随后转身离去。唐啸深知昊天宗现状，老祖唐晨失踪，仅宗主一人支撑宗门，万万不可与武魂殿交恶，只得压下疑虑。带着不甘的唐昊、惶恐的阿银前往密林赴约。密林之中，唐啸礼数周全，不卑不亢，桀骜的唐昊满心戒暗藏敌意，阿银则缩在2人身后，惶恐不安。千寻疾出言安抚，随口夸赞昊天双星天赋卓绝，看似闲谈拉近关系，实则步步沉稳施压。闲聊片刻后，他不再迂回，抬手指向阿银，本座专程前来，只为他一人。唐昊瞬间暴怒，昊天锤轰然现世，7环魂环升腾，将阿银死死护在身后，厉声喝道：“他是我等挚友，眼下若要动他，先过我这关。”唐啸大惊失色，厉声喝止弟弟，抬手一巴掌将冲动的唐昊抽醒。他深知为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惹怒武魂殿，只会给昊天宗招来灭顶之灾。被打醒的唐昊满心不甘，却也认清了现实，收敛魂力，沉默以待。千寻疾淡然开口，揭开最终真相：你们身边的这位少女，并非人类，乃是10万年修为重修化形的蓝银皇魂兽。本座今日必带她离去，但凡阻拦，便是与武魂殿全面宣战。唐啸、唐昊如遭雷击，唐啸眼底瞬间闪过对10万年魂环、魂骨的贪婪，唐昊则满心错愕，难以置信。阿银看清2人神色，彻底看透人心，心中一片冰凉。他主动上前一步，平静道：“我随您走，此事与昊天兄弟无关，还请教皇免下放他们离去。”唐昊欲上前挽留，却被唐啸强行拖拽离开。短短片刻，密林之中只剩千寻疾与阿银2人对峙。你何时察觉我的身份？阿银轻声问道，满心憋屈，纯属途经偶遇。千寻疾淡淡一笑，随即给出2条出路：其将你圈养于武魂殿，待时机成熟取你10万年魂环与魂骨；其2，留在本座身边，为天使家族延续血脉。本座调动全武魂殿资源护你周全，助你安稳修炼至成熟期，保你一生无忧，活命与自由摆在眼前。阿银没有半分犹豫，我选第2条。唐啸拽着唐昊的胳膊，如同丧家之犬般狼狈逃窜离开森林。酒馆内，唐昊醉醺醺地卧在酒桌旁，他为什么会是魂兽？阿银，他为什么会是魂兽？还有，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遇到武魂殿的教皇？唐昊双眼无神，如同失魂一般，嘴里反复嘟囔这几句话。从初见阿银时，他便认定这是要用性命守护的挚爱，可转瞬之间，阿银竟是10万年化形蓝银皇。昊弟，清醒一点！唐啸的喊声在唐昊耳边炸开，唐昊僵硬抬头，坚毅脸庞爬满
满苦涩，眼底一片空洞。哥，唐昊声音沙哑，阿银为什么是魂兽？我心里空得厉害，难受至极。唐啸眉头紧锁，看着弟弟失魂落魄的模样，心底怒火翻涌。你接受不了，不过相识半月，你就深陷其中，你和他本就有缘无分。唐昊惨笑，满是自嘲。你不懂，初见他时我的心就乱了，我直觉他是我此生要娶的人，这便是一见钟情。狗屁一见钟情，你只是鬼迷心窍。唐啸厉声呵斥，他10万年魂兽的身份却走，如今落在教皇千寻疾手中，结局早已注定，只会被抽取10万年魂环与魂。趁早放弃不？唐昊猛地拍桌，眼底翻涌疯狂与不甘。大哥当初为何强行拉我离开？我的天赋昊天宗诈环秘籍你心知肚明，你我联手，我7环齐炸，足以短暂拖住千寻疾。只要能带阿银逃走，就算被全大陆武魂殿追杀我也甘愿。胡闹，简直愚不可及。唐啸气得怒火攻心，你只顾一时冲动，对教皇出手，便是昊天宗与武魂殿全面开战，宗门数千族人都会因你的执念陪葬。唐啸的话如冰水浇头，唐昊双目赤红，喘着粗气。我不懂这些厉害，自离开那片森林，我好似丢掉了一切，失去阿银，我此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没了。别拦我，我要回去救他，不能眼睁睁看他死于千寻疾之手。给我坐下！唐啸再也压抑不住怒，抬手一巴掌狠狠扇在唐昊脸上，狂暴力道直接将唐昊抽飞，重重撞穿酒馆墙壁，墙体裂开大洞，店内动静惊动所有客人。酒馆掌柜吓得缩到柜台底下。唐啸周身8道魂环一闪而逝，魂斗罗威压转瞬收回，扔出几枚金魂币，损坏我赔，不该问的别多言。说完，他像拎重物般提起唐昊，身形一闪离开小镇，狂风呼啸。唐啸带着唐昊来到一处乱世荒山之巅，将瘫软的唐昊扔在地上，面色铁青训斥：看看你如今这副模样，哪里还有昊天宗天骄的风骨？区半个月相伴，竟让你至宗门，父亲安危于不顾。唐昊捂着脸，嘴角渗出血丝，肉体疼痛让他稍微冷静，却依旧失神呢喃：你体会不到这种滋味，错过救下阿银的那一刻，我的心缺了一块，失去他，我的未来尽数崩塌。唐啸长叹一声，满心无奈，别再执迷，就当从未遇见过他。武魂殿不是现在的昊天宗能够抗衡，阿银是10万年魂兽这件事，我们绝不能对外吐露半个字。一旦消息传开，武魂殿定会清算昊天宗，就算是父亲在此撞见阿银，也绝不会放他离开。10万年魂环搭配专属双魂技，外加一块10万年魂骨，没有任何魂师能不动心。听完这番话，唐昊浑身脱力垂首，疯狂尽数退去，只剩无尽悲凉。说的没错，换做任何封号斗罗都不会放过阿银，就算我侥幸带他逃亡，千寻殿找不到我，也能直闯昊天宗，我会成为全宗门的罪人。刚刚是我冲动，我向你道歉。见唐昊理清利弊，唐啸神色缓和，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想通就好，万万不可为一头魂兽走上绝路。唐昊皱眉发问：大哥，我始终想不通，千寻疾身为封号斗罗，虽能看破化形魂兽真身，可他为何恰巧出现在此地？难道只是路过？多半是武魂殿眼线遍布大陆，我们兄弟2人身份特殊，自离开宗门便被暗中监视，阿银与我们同行，自然落入武魂殿视线。唐啸摇了摇头，千寻疾此人外表温和，眼底却藏阴冷，如今的他不再受制于千道流与唐晨旧日约定，真被逼急，完全能直接带人踏平昊天宗，事后再向千道流报备，千道流也不会严惩独子。人类与魂兽本就是天生死敌，魂师修炼需猎杀魂兽，魂兽亦会袭杀人类。你与阿银从一开始就不被世道容纳，他落入千寻疾手中，绝无活命机会，对方抓捕他本就是为魂还魂骨。唐啸耐心开导，他承认阿银品性样貌皆出众，却无法理解弟弟短短半月深陷情网，险些毁掉整个宗门，万幸自己尚能保持冷静拦住唐昊。唐昊沉默不语，无法向兄长诉说心底玻璃般的剧透，可他清楚不能拿整个昊天宗换取一人。你说的对，我们继续外出历练，我会试着放下阿银，我与他终究有缘无分。唐昊缓缓起身，唐啸面露喜色，这才是昊天宗未来宗主该有的样子。斗罗大陆广阔无垠，以你的天赋，日后何愁没有良缘？等历练结束回去，我便和父亲商议，为你挑选合适的成婚人选。不必，我现阶段一心修炼，等突破封号斗罗再谈婚嫁。唐昊回绝，唐啸应声应允，只盼他彻底放下阿银。唐昊忽然捂住胸口，钻心的痛感席卷全身，冥冥之中与阿银相连的羁绊彻底断裂。他低声呢喃：阿银，昊弟，你怎么了？唐啸连忙上前：无事，只是心口骤然刺痛。我们出发吧。唐昊兄弟离开一时辰后，千寻疾整理好衣袍，看向一旁衣衫凌乱的阿银，自己整理妥当。阿银脸颊通红，慌忙收拾衣衫，语气委屈：你行事太过粗暴，魂力、生命层次越高，此事本就艰难，你完全不给我缓冲，我没有多余时间耽搁。千寻疾细细打量阿银，心中暗自感慨：10万年蓝银皇得天独厚，我们即刻离开此地，近1年不会返回武魂殿，往后每日2次，唯有这样才有机会孕育子嗣。你最好尽早适应，不然等待你的只会是魂环与魂骨。你无耻！阿银满心厌恶。待阿银收拾完毕，2人坐上马车，漫无目的的远行。马车内，阿银浑身隐隐作痛，满心疑惑：我们要去往何处？为何不回武魂殿？暂时不想回去。千寻疾倚着车窗随口回应。阿银不解，他身为武魂殿教皇，武魂殿万万离不得他。千寻疾索性将比比东的经历当作故事讲给阿银听。阿银捂住嘴，满眼震惊。圣女怎会倾心先天魂力0.5级的普通人？实在难以理解。或许在他眼中那便是真爱。千寻疾神色淡淡，你心肠太过冷酷。她是你养育14年视若女儿的圣女，你竟狠心废去她一身修为，是她亲口提出要归还武魂殿赋予的一切，并非我逼迫。武魂殿耗费无数资源培养她，绝不可能任由她说走就走。经此一事，他也彻底看清那人的真面目。可这般惩罚对他太过残忍。阿银眨着蓝色眼眸，路是他自己选的，别忘了你与我的约定，1年之内必须诞下子嗣，否则承诺作废。阿银攥紧裙摆，垂头红脸，不敢直视他。我只是想活下去，人间光景极好，我不愿化作魂骨魂环。你答应我，事成之后不会加害我，对吗？只要你遵守约定，你便是武魂殿地位最尊崇之人。大陆所有势力都不愿与武魂殿正面为敌，有我这位教皇庇护，无人敢动你分毫。阿银满心好奇武魂殿的实力，千寻疾耐心讲解：我父亲千
千道流是99级绝世斗罗，位列上时代3大强者之一，其余2人是失踪的昊天宗唐晨、海神岛大祭司波塞西。供奉殿6位供奉皆是超级斗罗，长老殿现存7位封号长老。当年我执意进攻海神岛，才没能扩充长老人数，算上所有战力，武魂殿足15位封号斗罗。阿银瞠目结舌，昊天宗如今仅有1名封号斗罗，武魂殿实力远超想象，难怪一殿地位凌驾2大帝国、7大宗门之上。阿银心头生出顾虑，日后随你回到武魂殿，千道流与诸位供奉会不会接纳我？你能否护住身为魂兽的我？等我们带着孩子回去，他们自然接纳。我父亲思想守旧，却不会为难孩子生育。况且此事木已成舟，有我撑腰，无需担忧。阿银望着千寻疾，心底莫名生出安全感，哪怕对方方才强迫自己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尽管说，倘若日后全天下人都要来杀我，你会如何？千寻疾闻言倍感熟悉，想起另一时空小舞对唐三的提问，轻笑开口：无需我出手，我父亲便会扫清所有麻烦。别问这般幼稚问题。阿银气恼，你当真不解风情？若真到那一步，武魂殿会直接踏平所有与你为敌的事。阿银打断他：你为何这般执着想要子嗣？以你的身份地位，想要合适伴侣轻而易举。千寻疾挑眉，正因如此，你才乖乖随我同行。阿银无奈坦白，我们蓝银皇一族生育本就比寻常魂兽容易。千寻疾眼底闪过算计，目光肆意打量阿银。我早猜到蓝银草生命力冠绝大陆，你又是10万年蓝银皇，自然得天独厚。阿银慌忙抬手护住胸口，厉声警告：别再乱砍，马车里不行。方才早已见过，何必遮掩？阿银伸手捂住他的嘴，羞愤不已。你是我见过最无耻之人。千寻疾转移话题，你何时化形？20年前，魂兽化形皆是6岁外貌。阿银十分诧异，他知晓魂兽秘辛。千寻疾并未解释，他知晓一切皆因知晓原著故事。接下来几日，千寻疾带着阿银四处游历散心，比比东一事始终萦绕在他心头。白日游览城池，夜晚便前往山林开采矿石。抵达德伦城，阿银一瘸一拐跟在身后，满眼幽怨，低声痛骂：牲口，畜生，不必再骂，你并非毫无动容。阿银语塞：我没有，这2日让你好好休息。千寻疾回头看向他：你竟会这般好心？我并非牲口。第2，我是孩子生父。第3，我没有你想象那般不堪，连日挖矿劳累。我们明日前往椰林城。椰林城，我从未听过此地。天斗帝国知名城池，灯会享誉2大帝国，寻常人极少知晓。你又是如何得知？千寻疾略显尴尬，听我的徒弟提及，他们曾前往观赏灯会。阿银清楚他口中徒弟指代比比东，只当他自嘲。阿银无力轻叹：我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只能逆来顺受。千寻疾打去，阿银瞬间脸红透，伸手扑向他，却被千寻疾轻松闪身躲开。你修为尚且不足，唯有突破封号斗罗，才有反抗我的资本。阿银望着夜空，满心无力。封号斗罗如同传说，千寻疾已是封号斗罗，自己恐怕永远无法征服，只得认命。2人入住德伦城奢华客栈，千寻疾坐在床边拍了拍床沿：别再拖延，尽早完成约定。阿银咬牙悔恨，当初不如一直扎根地底，如今留在我身边便足够。千寻疾笑着邀约。武魂城中央广场上，全城百姓齐聚广场，教皇严惩叛教圣女比比东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，人群谩骂声此起彼伏。白眼狼，教皇待他恩重如山，竟敢背叛武魂殿，亏他身居圣女之位，距教皇仅有1步之遥，幸好早早暴露真面目，动手砸他。殊不，鸡蛋接连砸向蜷缩角落的比比东，菜叶蛋清沾满衣衫，刺耳指责不断灌入他耳中。有人高声呼喊要发兵蓝电霸王龙宗，擒拿蛊惑圣女的玉小刚当众处死。围观百姓情绪愈发激动，不少魂师释放武魂，蜂拥上前欲动手伤人，全部住手！这是教皇定下的城门，圣女绝不能死在此地。大批治安队员赶来阻拦失控人群，队员私下抱怨，每日都要处理骚乱，压力倍增，不如直接处死他一了百了。教皇明令留他性命，圣女一旦身死，我们全部要受重罚。教皇心思不是我们能揣测的。比比东缩在角落，无视满身污秽，心底恨意滋生。我不是叛徒，我也是受害者。玉小刚，我恨你。老师，我亦恨你。若有机会，我定要杀了你负心人。他心中同时怨恨玉小刚与千寻疾，因玉小刚他背叛宗门，因千寻疾他落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下场，恨意堆积到极致。千寻疾外出踪迹全无，教皇殿所有政务尽数交由千道流与诸位供奉处理。一众长老不堪重负，光灵斗罗满脸疲惫。大哥，寻疾何时归来？我们一群供奉处理教皇事务，实在不合规矩。降魔斗罗衰落手中卷宗怒火中烧，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呈报教皇，各地主教全然不作为，奉行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的歪理。惊愕斗罗递出卷宗，千道流阅览完毕，面露无奈。寻疾留下比比东这件事，引得城内冲突不断，我也猜不透他的心思。青鸾斗罗忧心忡忡，长久下去武魂城民心涣散，必须尽快解决。千道流沉吟，暂且留着比比东。寻疾此举意在杀鸡儆猴，我们擅自将他处死，等他归来定会怪罪。如今全城百姓都要求向蓝电霸王龙宗讨说，只能暂且压制流言，对外宣称寻疾因伤心外出散心，所有恩怨等他回来亲自了结。惊愕斗罗打趣发问，寻疾年近50，大哥何时能抱上孙辈？等1年后他归来，我们为他挑选适龄女魂师如何？供奉殿还有一位女性封号斗罗，定然愿意与他相配。千道流点头应允，心中暗自羡慕唐晨，对方儿孙满堂，自己独子迟迟不肯成家。又想起波塞西倾心唐晨，心中满是不解。唐啸，唐昊结束游历历练，唐昊魂力突破80级，只差第8魂环便能晋升魂斗罗。2人抵达星斗大森林外围，天色昏暗，就地篝火扎营。夜晚的森林遍布高阶魂兽，危险重重。篝火旁，唐昊捂住心口，钻心的心痛每到夜晚便格外剧烈。白日虽有所缓解，每日仍会发作数次。他寻遍治疗系魂师，却查不出任何身体隐患。又疼了。唐啸满脸担忧，自从阿银跟着千寻疾离开，这种痛感便时常出现，会不会与他有关？唐啸面色阴沉，这是心病，打击过大，只要想起那头魂兽便心痛难忍。如今他多半已经变成魂环魂骨，别再执念。唐昊强忍疼痛，愈发清楚阿银在自己心中的分量，满心悔恨当初没能护住
住他。大哥，若我晋升魂斗罗，能否对抗千寻疾？唐啸厉声训斥，你还想去寻他？武魂殿万万招惹不得，你身负振兴昊天宗的重任，怎能被一头魂兽乱了心神？宗门对你寄予厚望，昊天秘籍更是只传下一任宗主，你全都忘了？我没有忘记宗门，只是想远远看一眼，确认他是否活着。唐啸怒扇唐昊一巴掌，厉声咆哮，愚蠢，此事想都别想。德伦城客栈里，千寻疾慵懒靠在床边，我有点累了，乖听话自己上来，自己动。阿银满眼幽怨，咬着牙低声咒骂，畜生！椰林城灯火会上，阿银骤然蹲下身捂住小腹干呕，千寻疾瞬间慌了神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？千寻疾紧张上前，缓过片刻，阿银抬眼幽怨望他，你心里不清楚缘由？千寻疾一愣，这事和我有关，我怀上了，体内已经孕育出小生命。阿银直白开口，这么快？千寻疾僵在原地，全然没料到进度如此之快。阿银轻笑，莫非你不开心？自然欢喜，只是来得太突然，我还没做好为人父的准备。平日里总爱打趣我，得知我有孕反倒怯了。阿银眼底满是戏谑，打量慌张无措的千寻疾。千寻疾一时语塞，他早有想要子嗣的打算，却没想短短1月便得偿所愿。不愧是蓝银皇本体，如今要做父亲，连话都说不完整了。阿银笑意更浓，相处1月，他还是头一回见千寻疾这般失态，初次当爹，难免手足无措。千寻疾面露窘迫，千寻疾也有今天，往日总欺负我，当心动作幅度太大，伤到腹中孩儿。阿银笑着蹦跳2下，千寻疾连忙阻拦，你小心些，我本就是魂师，刚怀上没多久，没那般脆弱，我只是担心动了胎气。千寻疾低声道。阿银坏笑，这下遂了你的心愿，你想要女儿还是儿子？男女我都满心欢喜，若是女儿便是千仞雪，若是男孩便是另一道天命之子，怎么算我都不吃亏。我能感知到体内是2条小生命，不如儿女双全。千寻疾愕然，2个？难不成是原本时空的唐三与千仞雪，或是全新的血脉？只是如今还分辨不出性别，再等2月便能知晓。千寻疾望着眼前俏皮的阿银，原以为自己不会慌乱，此刻手心却满是冷汗。计划归计划，当真成真的那一刻，紧张根本藏不住。累不累？若是疲乏，我们便返程，万万不能伤了腹中胎儿。阿银勾了勾唇角，你可知我现下想到一个词，母凭子贵。未曾有孕时处处捉弄我，一朝怀了孩子，便事事上心。千寻疾坦然没有否认，我还没玩够，不用急着回去，魂师体魄远没有常人那般娇弱。阿银抬手拍了拍他肩头，此刻他全然掌握主动权，周身漫开柔和母性光晕。阿银心中暗自感慨，世事难料，竟这么快怀上千寻疾的骨肉，可这般拿捏对方的滋味，反倒格外舒心。全都依你，想要何物尽管开口，我身为武魂殿教皇，从不缺金魂币。千寻疾拍着胸膛保证，十足的狗大户。阿银笑骂，不必太过铺张，往后还要养孩子，何须担忧？整片武魂殿将来都是这2个孩子的基业。阿银轻柔抚上小腹，尽数归他们。自然，武魂殿如今归我执掌，未来属于你，也属于2个孩子。阿银脸颊泛起红晕，心中满是安稳。千寻疾其实远比他想象中可靠。教皇殿广场，比比东处境凄惨，日日承受武魂城百姓唾骂，若无治安队阻拦，满腔怨愤的民众早已对他动手。他心底恨意1日胜过1日，怨玉小刚当初招惹欺骗又抛弃自己，更恨千寻疾不肯给他半分赎罪机会，狠心将他囚在此地。蓝殿霸王龙宗议事大殿，殿内仅有宗主玉元镇端坐主位，玉小刚狼狈跪在下方。畜生，我玉家怎会生出你这般孽障？玉元镇怒火滔天，你可知自己闯下何等滔天大祸？整整1月，你竟如今才敢归来，为何要去招惹武魂殿圣女？玉小刚垂手不敢抬头，我只想向宗族证明自身，若此事能成，父亲与宗门定会对我改观，你不如死在外头。玉元镇厉声咆哮，此事早已传遍整片大陆，所有人都等着看武魂殿笑话，他们必会迁怒我蓝殿霸王龙宗。你动动脑子，武魂殿怎会将悉心培养的圣女平白交付给我们？纯粹是愚不可及。这1月，玉元镇坐立难安，日日等候儿子回来解释，到头来只等来一场灭门隐患。孩儿知错，此事恶果远超预料，全都怪比比东主动要与我私奔。玉小刚咬牙辩驳，你还有颜面推卸责任？你与他身份云泥之别，怎敢生出非分之想？我只是落败了，倘若是成，父亲绝不会这般斥责我。玉小刚反驳，此事从无半分成功可能。玉元镇气得浑身发抖，武魂殿定会派人寻你清算，你好自为之。玉小刚瞬间慌神，爬至玉元镇脚边抱住他大腿痛哭，父亲不能弃我不顾，武魂殿定会取我性命，你早知后果严重，当初为何一意孤行？玉元镇一脚将他踹翻。武魂殿是大陆顶尖势力，全天下都在嘲讽他们。清算之日，我蓝殿霸王龙宗只会承受最重报复。城内消息传回，连武魂城百姓都扬言要向我们复仇，若事态未曾闹大，尚可付出代价平息事端。如今人尽皆知，武魂殿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玉元镇头疼不已，求父亲救我。玉小刚气声哀求，救你？武魂殿目标从不止你一人，一旦开战，整个宗门都要陪葬。玉小刚望着满脸失望的玉元镇，不断哭喊唤他，住口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，早知晓今日，当初便不该放你外出。如今父亲也认定我一无是处。玉小刚面露悲戚，难道不是？若非我早年耗费魂力为你筑基，自身修为也不会停滞不前。玉元镇怒火更盛，当下不是追责之时，我们该如何抵挡武魂殿怒？玉元镇只觉浑身无力。天下皆知武魂殿圣女因蓝殿霸王龙宗的废物叛离宗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玉小刚后怕不已，方才不敢从正门归宗，便是料到这般局面，父亲一定会护我，对不对？我不会眼睁睁看你丧命。玉元镇看着懦弱的儿子，满心悔恨，滚下去藏好，切勿露面，近日也不要出现在我眼前。见你我便怒火难抑。玉小刚后背发凉，
慌忙起身逃离议事大殿。叶灵城府邸，往后我们便定居此处，如何？千寻疾指向面前宅院。阿银满心心疼，买下这座府邸，定然耗费海量金魂币。无需心疼，这里往后便是我们的家。你是教皇夫人，我是武魂殿教皇，往后不必再精打细算。阿银轻轻点头，我会慢慢习惯。等2个孩子降生，我们便返回武魂殿去见我父亲。阿银心绪不定，大供奉会不会无法接纳？何须担忧，你是孩子生母，就算父亲心中介意，也只能接纳你。待你魂兽本体成长至成熟期，外表与人类再无差别，万事由我替你兜底。时日缓缓流逝，阿银小腹日渐隆起，身形已是十分显怀。凉亭之中，阿银笑意甜蜜开口：“寻疾，我已然分清腹中孩儿性别。”千寻疾正坐在一旁食用鲜果，闻言抬眼，无论男女，我都满心欢喜，是龙凤胎。阿银温柔轻抚小腹，周身萦绕温柔母性光辉，龙凤胎再好不过。千寻疾面露喜色，你行事向来大大咧咧，每回见你大步走动，我都悬着一颗心。我身为魂师，体魄强健，你只是关心则乱。阿银大笑，许是初次为人父，始终难以适应。千寻疾抬手轻抚阿银脸颊，阿银顺势倚靠在他肩头，静静观赏庭外杂技表演，跟随千寻疾的日子充实安稳。自他怀有身孕后，千寻疾处处迁就宠溺，再无半分捉弄。他所求不多，一如当初花灯之上许下的心愿，只盼2个孩子平安长大，不必承受世间疾苦。光阴流转，转瞬便到阿银生产之日。响亮的莺啼自房内传出，千寻疾心中大石终于落地，总算生了。千寻疾难掩欣喜，产婆喜声禀报：“恭喜教皇，母子平安，乃是一对龙凤胎。”千寻疾立刻步入内室，第一眼便望见面色苍白躺卧床榻的阿银，快步上前握紧她的手：“夫人，辛苦你了。”阿银虚弱摇头：“不辛苦，快看看我们的孩子，姐姐在前，弟弟在后。”生育过程虽耗尽力气，可见到2个孩儿的瞬间，所有疲惫尽数消散。千寻疾颔首，抱起襁褓里2名婴儿，长女取名千仞雪，幼子名千仞风，你觉得如何？阿银浅笑着应允，名字动听，便依你的想法。这2个小家伙生得十分好看，眉眼像你。千寻疾细细端详熟睡的双生子，一次性诞下2名身负天使血脉的孩儿，对阿银自身魂力根基损耗极大。武魂城外，武魂城墙巍峨磅礴，墙面盘踞巨型黑蟒狐雕，正中矗立6翼天使雕像，神态悲悯，栩栩如生。阿银怀抱着千仞雪与千仞风，望着渐进城墙，手臂不自觉收紧。他即将面见99级绝世斗罗千道流，心中忐忑，不知对方能否接纳自己10万年蓝银皇化形的身份。若遭排斥，又该如何自处？千寻疾抬手揉了揉他的头顶，温声安抚：“不必紧张，万事由我。”马车驶入城内，时隔1年，武魂城风貌未曾改变。途经中央广场时，千寻疾诧异发现，往日囚禁比比东的位置空无一人，想来是他的存在持续引发民众不满，被长老殿转移了去处。阿银顺着他的视线望去，心中同样疑惑，却未曾开口发问：“你如今见不到他了，应当是负面影响过重被挪走，往后有空我再带你去见。”他亲手将自己推入绝境。千寻疾语气平淡：“时隔1年，比比东的遭遇早已无法牵动他心绪。”阿银轻轻点头应下。马车入城之时，数位封号斗罗已然感知到阿银魂兽化形的气息，可察觉到车内教皇千寻疾后，无人轻举妄动。众人暗自好奇，教皇外出1年，竟带回一名尚未成熟的化形魂兽。换作从前，这般存在踏入武魂城等同于羊入虎口，可如今他是千寻疾的伴侣，还是2名千家少主的生母，纵使诸位长老看穿身份，也不敢轻易动手。千道流定会出手护持。长老殿内供奉议论，是教皇冕下归来，怎会携一名化形魂兽同行？看来这1年外出，并非毫无收获。晋升，教皇私事岂是我们能够妄议？大供奉自有决断。马车停在神山脚下，千寻疾与阿银下车仰望神山，总算回来了。离家整整1年，也不知父亲与诸位供奉会不会责罚我。千寻疾心中没底，他缺席1整年，武魂殿所有政务尽数交由供奉殿打理，我们上山吧。千寻疾从阿银怀中接过1名孩童，牵起他的手，直接走向供奉殿。供奉殿内，一众供奉各抒己见，满腹怨言。他还知晓归殿，自身惹下一堆烂摊子，反倒要我们替他收拾残局。大哥，你一定要好好教训小寻疾。整整1年，半封书信都未曾传回。依我看，他全然未曾将大供奉放在心上。金鳄斗罗忽然疑惑，方才我感知到小寻疾身边跟着1名化形魂兽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千道流缓缓开口，安静等候。他即刻便道，定会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大殿瞬间寂静，所有人目光紧锁殿门，心中积攒无数质问。千寻疾行至教皇殿区域，远远望向供奉殿，后背莫名发凉。心知殿内一众长辈心中怨气极重。寻疾为何停下脚步？阿银疑惑发问，待会儿你一定要替我求情。千寻疾面露苦涩，整整1年抛下政务外出，父亲与诸位供奉定然不会轻易饶过自己，少不了一顿训斥。阿银满脸茫然，这是你的家，为何反倒比我还要紧张？2人踏上最后1级台阶，抵达供奉殿前广场。阿银望着神圣肃穆的殿宇，呼吸急促，心中忐忑难安。我实在紧张，倘若大供奉不愿接纳我该怎么办？千寻疾此刻早已汗流浃背，仿佛能看见殿内积攒的冲天怨气，强压慌乱安抚阿银，别怕，你貌美温柔，还为千家诞下1儿1女，父亲纵使心中介意，也只能接纳。实在不行，我舍弃教皇之位，我们一家人远走他乡度日。寻疾，阿银动容望着他，一道如惊雷般的怒吼自殿内炸开，教皇之位岂是你说弃便能弃？立刻滚进殿内。千寻疾吓得身形一颤，转头看向阿银，你听见了吗？是父亲的声音，我并未察觉异样。阿银不解，为何千寻疾比自己更加惶恐，还愣在原地，进来将事情一一解释清楚。千道流的声音再度响起，满含怒意。千寻疾咽了口唾沫，紧紧攥住阿银的手，我们进去吧。阿银点头，跟随千寻疾穿过长廊，行至正殿大门。进来，殿内传来话音，千寻疾推门而入，千道流端坐主位，一众供奉分列两侧，面色冷硬审视着他。降魔斗罗率先阴阳怪气开口，这便是离家1年的教皇冕下，总算舍得归来，何止如此，我们的教皇还带回1只化形魂兽，心思倒是精巧。金鳄斗罗目光锐利，小寻疾，好一番算计，整年政务尽数丢给我们承担，面
面对一众长辈，千寻疾心底发慌，身躯微微颤抖。诸位叔叔、父亲，我有缘由可以解释。千道流淡淡开口，无形威压笼罩千寻疾周身。说来听听。话音落下，他目光扫向阿银与2名婴孩，唇角悄然勾起。父亲，我这一年外出并非游山玩水，是为你添了孙儿孙女。千寻疾连忙将怀中千仞雪递上前，这是女儿千仞雪，阿银怀中是幼子千仞风。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，还请父亲宽恕我的过错。千道流骤然放声大笑，身形一闪，转瞬便将2名婴孩抱入怀中。我的乖孙、乖孙女，我千家总算后继有人。千道流抱着婴儿欣喜万分，降魔斗罗凑上前逗弄孩童，被惊愕斗罗一把推开，2人围着襁褓说笑打趣，方才满腔怒意消散无踪。千道流含笑看着一众供奉，方才刻意发怒不过是借机吓唬千寻疾，谁让他外出1年音信全无，旁人察觉不到。可身为99级极限斗罗，千道流早已感知到双生子体内纯正的天使血脉。千仞雪、千仞风，名字尚可。千道流抬眼，目光带着审视望向阿银，阿银攥紧裙摆，不敢直视这位绝世斗罗。无需畏惧，你是小雪与小风的生母，我们便是一家人。至于魂兽身份，不必忧心。千道流抬手引动金色天使神力包裹阿银，金光尽数融入他体内。我身为天使神大祭司，可调动天使神力，这一缕神力能彻底遮掩你的魂兽气息，除却我这般半神级大祭司，其余人无法看穿你的本体。不必拘谨，我对你并无半点成见。阿银心中巨石落地，轻声应道：多谢父亲。此前他一直担忧千道流会排斥魂兽出身的自己，真好。寻疾往后不必操心传承之事，小雪与小风便是武魂殿未来继承人。千道流笑意浓郁，千寻疾不解指向自身，父亲何出此言？怎说我已然无用？你见过哪一任教皇凭空消失1整年？若不是你带回一对天使血脉孩童，我定然要重罚于你。千道流白了他一眼，千寻疾挠头轻笑，自己本是外出为千家添丁，如今父亲见到孙辈，满心只剩欢喜。2个孩子刚出生，日后便交由我在供奉殿亲自教导。千道流开口，阿银立刻出声阻拦，随即委婉解释：父亲，他们尚且年幼，离不开生母照料。千道流颔首退让，我并非蛮横之人，等2人觉醒武魂，再送入供奉殿休息。2殿相隔不远，你思念孩子可随时前来探望，谨遵父亲吩咐。阿银应声。光灵斗罗缓缓开口，寻疾这一年行事虽莽撞，好在为天使一脉留下传承。大哥，小雪与小风还需你悉心培育，切莫养偏心性。回到教皇殿，知晓了离开这1年内武魂殿发生一切事情，比比东竟然遭受到了全武魂城居民的口诛笔伐，甚至严重的还想杀了比比东。目前武魂殿的所有人都怨声沸腾，实在是这1年来武魂城太憋屈了。武魂殿的圣女因为蓝电霸王龙宗的人背叛了武魂殿，结果武魂殿却没有任何动作，外面的人都在笑话武魂殿。武魂殿的魂师们已经愤怒到了极点，可却被高层压制着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全大陆的人都在等待着武魂殿的报复，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们没有看到武魂殿的报复，认为武魂殿已经打算吃下这个闷亏了，更是给武魂殿的魂师取了一个外号——窝囊殿的魂师。现在已经到了很严峻的地步，武魂殿的名誉已经降到了冰点，若是再不做些什么，反而继续压制内部的声音，武魂殿的魂师必然会对武魂殿失望至极。我真的就是单纯的惩罚一下比比东而已。哎，既然都这样了，那蓝电霸王龙宗是必须要打掉，否则武魂殿的人心会散，人心散了队伍，但凡蓝电霸王龙宗的人来到武魂城赔礼道歉，甚至给补偿的话，或许也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。种种原因交织，千寻疾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能说是命运使然吧。蓝电霸王龙宗装了1年的死人，任由舆论发酵，活该他们蓝电霸王龙宗灭亡。就算不给补偿，只是把玉小刚交出来，任由武魂殿处置，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这一步。来人！千寻疾眼神凛冽的喊道。很快房门被推开，1名魂师走了进来，单膝下跪，恭敬的问道：教皇冕下可有吩咐？宣局长老与鬼长老过来一趟。千寻疾说完摆了摆手，快去吧。是。那名魂师离开，不一会的时间，月关与鬼魅便已经来到了这里。教皇冕下可有吩咐？月关、鬼魅，你们2人是本座的左膀右臂，你们的忠诚本座都看在眼里。目前武魂殿短时间内能够调集多少可战的魂师？寒暄完，千寻疾直奔主题，回教皇冕下，目前武魂殿短时间内能调集的魂师大概有5000余位。武魂殿大部分的魂师都分散在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，短时间内最多调集这么多。教皇冕下可是有安排？月关汇报完便试探性的问道。这1年发生的事情太多，教皇冕下回来绝对有大动作，打掉蓝电霸王龙宗。千寻疾平淡道。打掉蓝电霸王龙宗。月关与鬼魅闻言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的错愕之色。不错。千寻疾缓缓起身。99级千道流审判废物玉小刚。夜色笼罩蓝电霸王龙宗上空，千道流立身高空，缓缓吐出4字：第9魂技，天使之息。9圈魂环自他脚下次第升腾，8黑1红，数百米高的6翼天使虚影在背后凝成，双翼完全舒展，横跨千米，尖啸般的魂力波动席卷整片驻地，无数尚在沉睡的蓝电霸王龙宗子弟瞬间殒命。千寻疾抬眼望向天际如大日般耀眼的父亲，低声感慨：这便是老爹真正的实力。即便众人只是远远观望，心底也滋生出无从反抗的巨大压迫。身侧月关后背已被冷汗浸透，出声叹道：大供奉的实力当真深不可测。我甚至觉得，若是我等直面大供奉，片刻间便会全军覆没。此次武魂殿行动筹备极快，千寻疾归城第3日深夜，5000最低魂尊境界的可战魂师尽数集结，由教皇千寻疾亲自带队随行。封号斗罗包含菊斗罗月关、鬼斗罗鬼魅、鬼豹斗罗、魔熊斗罗4位长老，麾下魂斗罗魂圣不计其数。不止于此，99级绝世斗罗千道流亲自坐镇，带来武魂殿秘藏天使军团，100名全员魂圣的战士在外围布下密不透风的包围圈。千寻疾心中暗觉父亲行事太过极端，区区蓝电霸王龙宗何须绝世斗罗搭配天使军团一同出手？千道流只丢下一句定论：此事不能只求胜利，要一场震慑全大陆的绝对碾压，一个活口都不能有。武魂殿是千家世代心血，对方所作所为已经触及根基，容不得半分退让。千寻疾多问2句，反倒挨了一顿斥责：都是你惹出的祸事，还要一众长辈
备替你收拾烂摊子。地面5000魂师与空中天使军团全员仰望高空，满心敬畏。这便是武魂殿的底蕴，便是大陆顶尖绝世斗罗的力量。千道流第9魂技威能散尽，大半宗门子弟已然死于睡梦之中。他身形回落队伍，侧目看向千寻疾，你们动手！杀！千寻疾振臂一声喝，洪钟般的声响响彻天地，5000魂师即刻冲入蓝电霸王龙宗驻地，4位封号斗罗同步杀入战场。千寻疾负手眺望下方燃起的漫天大火，轻轻摇头，自语自取灭亡。整整1年，武魂殿给足对方缓冲余地，可惜蓝电霸王龙宗傲慢无度，丝毫不知收敛。此次突袭毫无阻滞，覆灭进程异常顺畅。千道流望着火海，神色复杂。传承数千年的蓝电霸王龙家族，竟因一桩琐事走到覆灭结局。千寻疾轻笑反问：“老爹莫非心生不忍？”千道流淡淡瞥他一眼，未曾多言，片刻后才开口叮嘱：“寻疾，往后不要再用这类阴鬼手段，太过污秽。”宗门腹地，雕梁画栋的屋舍尽数被烈火分尸，凄厉惨叫声此起彼伏，数道封号斗罗气息席卷全场。宗主玉元镇瘫跪在地，浑身脱力，一遍遍呢喃：“蓝电霸王龙宗完了！”他心中满是不解，能一夜踏平上3宗的势力唯有武魂殿，可双方僵持整整1年，武魂殿从未上门问罪，为何今日骤然发难？一道雌雄难辨的声响自旁侧传来：“月关、鬼魅、魔雄，鬼豹4位封号斗罗缓步现身。”玉元镇一眼认出几人，失声追问缘由。月关面露讥讽：“玉元镇精明一世，偏偏在这件事上糊涂到底。武魂殿足足给了你们1整年时间赔罪反省，你们却视而不见。今日这般结局，全是咎由自取。”玉元镇失声狂笑，数千年宗门基业毁于自己手中，起因荒唐可笑，心中再无半分抵抗之意，直言任人处置。月关笑道：“此刻不会取你性命，要将你带去教皇面前等候发落。还有你那儿子玉小刚，武魂殿也绝不会放过。”玉元镇笑得凄厉绝望，心中万般悔恨。一夜之间，天下第一兽武魂宗门彻底除名。广场中央摆着一把太师椅，千道流静坐其上，平静俯瞰整片火海。千寻疾立在身后，为他揉捏肩背，依着千道流的吩咐实时调整位置。千寻疾开口问道：“老爹，今日劳烦您亲自出手，您的第9魂技究竟有多强横？”千道流嘴角微扬，此技威力不俗，但千家真正的杀招是祖传天使剑法。千寻疾心生疑惑，自己也修习过这套剑，只觉是高阶剑术，看不出绝顶威力。千道流语气带着不屑：“凭你这点悟性，这辈子都摸不透天使剑法的精髓。”千寻疾虽觉受辱，却不敢反驳生父。千道流蓦然开口：“99级感知铺开整片驻地，战事结束，整片蓝电霸王龙宗仅剩下玉元镇与玉小刚2名活人，其余子弟尽数伏尸当场，动用5000魂师、4位封号斗罗、100名天使军团战士，外加1名绝世斗罗，覆灭蓝电霸王龙宗轻而易举。待到明日，消息会席卷整片斗罗大陆，彻底冲淡圣女背叛一事带来的负面影响。武魂殿威望将远胜从前，连坐拥最强兽武魂的上3宗都能一夜抹平，再无人敢轻视武魂殿。”不多时，月关一行人押着玉元镇、玉小刚抵达广场，躬身复命，属下幸不辱命，以擒获蓝电霸王龙宗主玉元镇，以及捕获圣女的玉小刚。千道流抬眸与玉元镇对视，玉元镇见状心神彻底溃散，连您这位昔日天空无敌的绝世斗罗亲自出手，我蓝电霸王龙宗断无幸存可能。晚辈只求前辈告知，武魂殿为何执意覆灭武宗？此言一出，千寻疾、4位封号斗罗皆是一怔。千道流冷笑俯身：“你心知肚明根源，只是不愿承认。传承千年的大宗门，落得这般下场，起因竟是一个废物。”他余光扫向一旁下的失敬瘫软的玉小刚，玉元镇喉头哽咽，心中清楚前因，却始终不愿相信后果如此惨烈。千道流字字铿锵，细数过往。万年前先祖创立武魂殿，我们本对各大宗门包容善待，足足宽限你们1年赔罪。可蓝电霸王龙宗自是上3宗身份，满心傲慢，不曾派遣一人前往武魂殿致请，甚至四处散播武魂殿懦弱的流言。圣女乃是武魂殿既定下一任教皇，她的背叛传遍大陆，全大陆都嘲笑武魂殿是窝囊殿，殿内上下积压怒，依旧给足你们改过机会，是你们自己选了死路。千道流直指玉小刚：“你素来偏心此子，今日灭门之祸皆因他而起。”玉元镇心中悔恨翻涌，1年来他并非没有察觉危机，却始终心存侥幸，任由时光白白流逝。如今千年基业毁于己手，他一边痛哭一边狂笑，自认是宗门千古罪人。玉元镇强忍悲戚，跪地恳请，还请前辈为蓝电霸王龙宗留存一丝传承，在外历练未归的子弟皆是无辜，罪责全在我一人。千道流阴语：“蓝电霸王龙宗名号必须抹去，直系血脉武魂尽数断绝，在外历练的旁系可留姓名。”玉元镇连连磕头叩谢，哪怕宗门覆灭，行系尚存，未来仍有觉醒蓝电霸王龙武魂的可能。话音落，千道流虚空一点，一道光束贯穿玉元镇头颅，转头吩咐千寻疾将他身上魂骨全部剥离。千寻疾即刻出手，完整取下玉元镇一身魂骨。千道流看向下的神志不清的玉小刚，淡淡发问：“区区废物，你究竟是如何引诱武魂殿圣女？”玉小刚看着脚边流淌的鲜血，精神彻底崩溃，疯狂嘶吼辩解自己并非罪人，一切都是比比东主动勾引。千寻疾皱眉道：“此人已然疯癫，再问也无意义。”千道流抬手虚空一按，玉小刚头颅瞬间炸裂，随口评价：“虽是无能废物，却能牵动圣女，也算有几分奇特之处。”千道流起身，声如惊雷响彻长空：“天使军团听令，100名天使军团战士空中单膝跪地领命，传令2年内追杀所有蓝电霸王龙宗在外子弟，务必让大陆再无蓝电霸王龙武魂传承。”一众天使战士领命四散飞离，奔赴大陆各处搜寻余孽。此次行动武魂殿手段极致狠厉，驻地内部留1名活口，只为用雷霆碾压之势震慑全大陆魂师。千寻疾望着2具尸体，轻叹造化弄人。千道流道：“此处收尾交由你处置，我先行离去。”话音未落，一道金光破空远去，月关4人上前请示后续安排。千寻疾下令，尽数收缴宗门宝库财物，运送回武魂殿。5000魂师立刻分头行动，4位封号斗罗同步协助清理现场。千寻疾落座千道流方才坐过的太师椅，静静等候天光。天边泛起鱼肚
数百，武魂殿所有人马尽数撤离，临走前扑灭整片火场。朝阳升起，昔日辉煌的蓝电霸王龙宗只剩残垣断壁与遍地尸骸。上三宗之一，天下第一兽武魂宗门一夜覆灭。次日一早，运送物资的商行魂师抵达驻地，望着满目废墟，惊骇失语。消息飞速传遍整片大陆，各大势力听闻后难以置信，能一夜踏平蓝电霸王龙宗的唯有武魂殿。武魂殿并未遮掩，坦然对外公布始末与缘由。所有势力都清楚蓝电霸王龙宗纯属自食恶果。经此一役，武魂殿威名暴涨，世人既惊叹其一年宽限的人后，又畏惧其雷霆手段的恐怖实力。七宝琉璃宗大殿气氛压抑，宁风致手持消息信函，满脸骇然，转手递给陈星。古荣阅览，陈星快速看完，神色凝重。武魂殿势力已经超出所有人预估，古荣难掩震惊，一夜屠尽全宗数千人，还要追杀在外历练子弟，执意断绝蓝电霸王龙武魂传承，手段太过霸道。今日能灭蓝电霸王龙宗，他日难保不会对七宝琉璃宗动手。陈星出言安抚，不必妄自恐慌，书信写得清楚，武魂殿宽限对方一整年，蓝电霸王龙宗全程毫无表示。换作我等遇上同等背叛之事，未必能隐忍1年之久。古荣细细思索，认可陈星所言，心中忧虑却未曾消减。宁风致缓缓开口，圣女背叛本是武魂殿内人，可对方行事傲慢，四处嘲讽，才引得武魂殿痛下杀手。圣女是下一任教皇继承人，等同于宗门下一代掌权人。若是七宝琉璃宗继承人背叛宗门，你我行事只会更狠。蓝电霸王龙宗本有无数转机，却因玉元镇的傲慢与玉小刚一人落得灭门下场，纵然满心悔恨，也早已无力回天。宁风致走出大殿，望着繁华的七宝城，低声叹息：大陆格局要变了。从前我们以为上三宗联手便能制衡武魂殿，如今看来，武魂殿一旦全力出手，其余两宗根本来不及驰援。外界都夸赞武魂殿人后，可这一场行动既收获名望，又树立绝对威严。我们都太小看教皇与武魂殿的野心。他叮嘱二人近期静观其变，静待武魂殿下一步动作，要么对七宝琉璃宗、昊天宗动手，要么挑选新宗门填补上三宗空缺。阴暗潮湿的胡同角落，两名治安队卫兵看守着一名蓬头垢面、衣衫破烂的乞丐，身形模糊难辨男女。阿银望着那人，心底生出几分怜悯，对身侧千寻疾说道：“这便是你的弟子。”千寻疾淡淡劝慰，收起这份心软。他落到如今境地，全是自作自受。当初是他亲口说要斩断与武魂殿一切牵连。二人缓步走近，浓烈酸臭扑面而来。阿银看向乞丐脚边沾满污垢，几乎看不出原貌的今晚，心生感慨。比比东听见动静，缓缓抬起头，一张容貌狰狞憔悴的脸映入阿银眼。阿银受惊，慌忙躲入千寻疾怀中。千寻疾见状，心生愠怒，冷声道：“收起你的模样，莫要吓到他。”比比东认出熟悉的声音，1年来首次等到老师现身。守卫士兵闲聊时，他早已听闻蓝电霸王龙宗覆灭的消息，心中只觉大快人心。玉小刚毁了他的人生，如今对方落得惨死下场，他只当老师是在为自己复仇。他满眼希冀望向千寻疾，伸出布满褶皱的双手，落泪哀求：“老师，冬儿已知错，您一定原谅我了，对不对？这1年我日日忏悔赎罪，只要能重回武魂殿，为奴为婢我都心甘情愿。”他细数1年来的苦楚，失去圣女身份，容貌与天赋尽失，武魂城百姓皆憎恨自己，若非卫兵看守，早已被人群撕碎。千寻疾轻轻摇头，看向怀中阿姨，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身为武魂殿圣女，身负全殿未来，若我轻易宽恕背叛者，日后人人效仿叛逆，武魂殿规矩将形同虚设。留他在此，便是杀鸡儆猴，警醒全殿所有人。千寻疾转身准备离去，比比东歇斯底里哭喊嘴，见对方脚步不停，彻底陷入疯狂，哭喊着斥责千寻疾言而无信，发誓此生憎恨他与整个武魂殿。一旁卫兵上前一脚将他踹倒，出言斥责他不知好歹，好好的圣女身份白白葬送，落得这般下场纯属活该。比比东蜷缩角落，失神喃喃，追忆自己曾经的风光。另一边，千寻疾端坐书房案前，翻阅内阁递来的处置卷宗，可行之事盖章批复，不妥之处打回重审。翻到一封投诚信函，眼中生出几分意外。第一个主动示好的竟是不在7大宗门之列的圣龙宗。7大宗门原有划分清晰，上三宗昊天宗、蓝电霸王龙宗、七宝琉璃宗，下4宗封建宗、黑虎宗、象甲宗、火爆宗。他原本打算从下4宗挑选势力填补空缺，可下4宗皆在观望，反倒是圣龙宗主动赌上全宗前程。圣龙宗传承白甲地龙武魂，属龙族近亲，实力雄厚，宗主拓跋希乃是89级巅峰魂斗罗。千寻疾依稀记得此人未来可突破封号斗罗，思索片刻，当即定下由圣龙宗补位新晋上三宗。圣龙宗大殿内，拓跋希坐立难安，满心焦灼等候武魂殿回信，唯恐自己押错筹码，让宗门重蹈蓝电霸王龙宗覆辙。一名魂师匆忙冲入大殿跪地报喜。拓跋希拆开信函，看完内容后仰天大笑，心中大石彻底落地，他欣喜若狂。圣龙宗直接越过下4宗，成功跻身大陆上3宗之列。